他署名南山萨漏子，那想必现在就隐居在终南山。可那终南山上有真假隐士上千人，怎么能找到这个萨漏子呢？我知道这萨漏子姓什么了。啊？我大唐氏族以5姓7家最为尊贵，除了我范阳卢氏，还有崔、李、郑、王4姓。但是这个太原王氏入唐以后稍有逊色，故被人戏称为萨漏王家。所谓淫质而今世，传者既署名萨漏子，就说明很有可能出自太原王氏，并以此自嘲。太原王氏，好你个卢凌风，如此就缩小了范围。既是太原王氏，又了解我恩师，又对控鹤府的秘闻很熟悉，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。可他怎么会隐居在终南山呢？就算在，那里隐士庞杂，如何选？怎么查？那要看让谁去查了。怎么，义妹有办法？我们家中有一卷书，叫《南山隐士录》，是我父亲私人撰写的。他最喜欢向朝廷推荐人才，所以花了大量时间去终南山访那些隐士，而且每隔1、2个月就要更新一次。明天我把书带来，不管你想查谁，翻翻那卷书，不就一清二楚了？怎么样？作此隐士录，裴侍郎真是煞费苦心啊！这里面收录了891位隐士，且都按姓氏排列。姓王的不少，但符合其他条件的没有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心里所想的那个人根本就不在这名录之上。是不是我昨天的那番分析错了？这个南山萨漏子根本就不姓王。撰写此类书者，都喜欢用笔名别号，且别具深意。我觉得你昨天分析的颇有道理。撰写《沙思传》的人必姓王。南山萨漏子，莫非这里的南山指的根本就不是终南山，而是其他的南山？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裴侍郎书中所记载的并不详实。看来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亲自去拜会一下裴侍郎。苏明，你疯了吧？你私自入京，本就是重罪，现在还拜会裴侍郎，我看你是想死了吧？裴侍郎，卢凌风，你刚刚上任，你就击杀了沙司，你现在可是长安的红人呐！哈哈哈，找我有何事啊？这是我编的书啊，怎么在你手里？为了寻找线索，昨日跟喜君小姐接阅的，侍郎为我大唐寻觅人才，兢兢业业。每一位隐士的学识、志趣，还有性情，竟都记载得一清二楚。卢凌风对侍郎真是敬佩不已。卢参军过誉了。啊，只是我想找一个人，却没有找到，所以只能当面请教裴侍郎了。哦，找谁呀？哈，不用看书，都在我这脑子里。啊，此人与狄仁杰曾是同僚，对幻术杀手曾经控鹤府的副监沙司也很熟悉。此人
应该姓王。裴侍郎，这样的人有啊，但是此人不在册。他和其他的隐士不同，虽然说住在终南山，但是他是现任的官员。哦，是谁？王元通。我昨晚想的就是他。这个王元通有何来历？当今天子为相王时，他曾为相王府长史，后来被升为凤阁侍郎，行宰相之权。当年他曾经跟我恩师一起反对过天后设立控鹤府。天后做事儿也绝，既没杀他，也没把他贬到外州去，而是就让他当控鹤丞，在天后南宠手下做事。哼，士之屈辱，莫过于此了。是啊，所以后来王元通辞官还乡，他的老家好像是沙州。就是沙州。他辞官之时，正值我恩师病重。他离开洛阳前，还去看过我恩师。如今怎么就到了终南山了呢1年前，天子突然想起了王元通，便命裴侍郎专门去沙州把他请回来的。我想，应是念旧了吧。可并未听说他被重用啊。县居何职？就以闲职，管竹子的丝竹监，最大的一片竹林就在终南山，所以这个王元通便长期居住在那里。对上了，这个《沙司传》一定是王元通所写无疑。荣令峰，跟我去一趟终南山。哎，你先等一下，喜君已经绘出了贺兰雪的画像，我们看完再定下一步。喜君，这幅画你一定费了不少心思吧？画得惟妙惟肖。等等，这是什么？是吗？《沙司传》中关于贺兰雪的描绘，我看了好几遍，怎么没发现她有痣啊？那就是你看的没有那么细致了。书中说，此女子哭起来最为动人，一滴透明的泪珠和一滴红色的泪珠同时垂在脸颊上。请问，人怎么会有红色的泪珠？所以我觉得贺兰雪应该有一颗痣，红色的滴泪痣。书中所描写的不过是眼泪划过滴泪痣一刹那的景象。那段文字我也读过好几遍，甚是疑惑，但我实在是没想到是颗滴泪痣。我义妹喜君之聪慧，真是无人能及啊！哎，这女子看起来年纪也不小了，应该有35、6岁吧？对，书上写的是12年前的事儿。沙司曾专程从东都备好礼物，赶到长安，为她过24岁生日。世人只知做石桥图的张轩是天下第一画师，依我看，我义妹跟他比毫不逊色。是有过之，无不及。谢了。宿命，时间紧迫，你去终南山寻那个王元通，我去找这个贺兰雪，咱们兵分两路。好。喜君，你能不能再把那个小叫花子借我用用？他能帮你什么？书中记载，这个贺兰雪在平康坊霄云楼那个地方，你莫非从没去过秦楼楚馆？我才不信呢！我真没去过。干什么呀？这身衣服没有在侍郎府穿的舒服。嘿，
你才去没几天，就当不惯小叫花子了？人家有名字，叫什么呀？杨继。裴喜君跟你说了什么？竟如此无礼，戏弄于我。没有，我就叫杨继。哪2个字？杨树的杨，江山社稷的稷。你会写字？不会。那你怎么会说出刚才那番话？我5岁那年，我父亲临咽气时告诉我的。行了，别哭了，算我错怪你了啊。公子，不进来玩玩？你看到那个男的了吗？还有公子，你赶紧来！你把这幅画给他，就说画上的人是你娘，让他把你娘交出来。啊？这……放心，他要是敢打你，你就往回跑，我会收拾他的。去。李大请啊！公子快来啊！来，慢走啊！哎，里边招呼着啊！大爷，大爷，请问您可曾见过画中之人？不错呀，你哪来的画像？这是我娘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哪来的画像？好看。这是我娘啊！臭要饭的，敢耍我！打人这了！是你娘，我还是你爹呢！臭要饭的，给我回来！臭要饭的！啊！放开老子！你要当谁的老子？大爷，您高抬贵手，放过我吧。杨继，过来，把你娘的画像举给他看。认识吗？不认识。啊！等，认识。她可叫贺兰雪，反正我们都叫她雪儿。她现在可还在霄云楼？早走了，起码得走了2、3年了。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啊，我真不知道啊！大爷饶命啊！可有良人为她赎身？没有，你就这么确定？每年都有客人要为他赎身，可是他就是不走啊，好像在等着谁似的。后来他无处可去，就去了那个地方。去哪儿？鬼市幽院楼。这鬼市的幽院楼我是听说过的，都是年老色衰的歌姬走投无路才会去的。这画像上的贺兰雪虽然有些年纪，但好像不到这个地步吧？霄云楼的人说得很肯定，还说这个雪儿一直不肯从良，在等人，等杀死。应该是吧。召集你的人，跟我去鬼市。怎么了？查长安红茶的时候，小五他们几个不是在鬼市？后来大将军便明令禁止金吾卫入鬼市，所以……不过我可以跟着中郎将，只是不想连累其他的兄弟们。算了，我现在是雍州司法参军，确实不该调金吾卫的人。杜长史，你来的正好。幻术大会的日子近了，身为司法参军，该做什么你不清楚吗？届时天子将与民同乐，可也不能全长安的百姓都进参天楼吧？咱们雍州府得把人选出来，这是你的差事。既然真正的杀司并未落网，那么抓捕此犯才是我之首责。哼，卢参军还真是专捡立功的事干呢啊！也罢，那些费力不讨好的活儿，我这个长史就替你做了。不过，从今日起，你那些手下就由我亲自调遣好了。我现在正是用人之时，我今天刚刚得到杀司的新线索。哎，查案的事别跟我说呀，你的线索一旦告诉了我，那抓到杀司算咱俩谁的呀？
新线索。定了12年，我就不信你能先于我抓到沙司。哎，这个也可以，你看，要看这两个吧。行，那个中郎将，这不是见过中郎将？不对，现在是司法残缺。对呀，刚刚诛杀了沙司，你忘了？对，见过卢参军。见过3位仁兄。您怎么有空来我们长安县了？这次是专门来找3位仁兄，请你们助我查案的。查案？回长安之前，苏无名特意提醒我，说在长安县，你老贾、你老罗、你老刘，个个有勇有谋，可堪大任。怎么，不肯帮我吗？啊，您怎么能提这个字儿呢？对呀，您现在是雍州的司法残军，我们都归你管啊。对呀，实不相瞒，刚刚我们仨还在那儿唠叨，这每天巡街实在是没劲。想想去年中元节，我等跟着苏县尉和中郎将大战鬼市，那才叫个痛快，不枉此生啊！太好了，这次还是鬼市，而且3位仁兄都会有艳福。啊，艳福？这卢参军不愧是太子的人，出手就是大方，还让咱们都花在这幽怨楼。我这辈子都没享过这福，只是不知道这里的女人比起平安坊的怎么样？有钱怕什么？捡最好的呗。这可真不是什么好差事。说正事。叫雪儿的确实在幽怨楼，但一般人见不着他。他不待客？听说傲气得很，只有给黄金才能见到他的面儿。可您想，来鬼市找女人的，谁舍得黄金呢？我估计是疯了吧。他总说会有人来接他，但是过了2年多了，也没见人来啊。不过他应该是有些钱，幽怨楼最大的房间他自己住着，若是没钱，还不早被店主轰走了。还有什么？这幽怨楼好像有哪儿不对劲儿。我也觉得不对劲儿，好像总有双眼睛在盯着你。你还看不见那双眼睛在哪儿？
干什么的？找人。来这儿都是找人，可你来的不是时候。怎么不是时候？这是鬼市，白天不做生意。我是来接人的，不做生意。来人！找死吗？我并无恶意，你们却想行凶。王法何在？鬼市不讲王法。这个，这位公子，这鬼市的女人可不比平康坊。花这么大的价钱，我怕你会后悔。我是来找我的老情人，千金无悔。那敢问，想找哪位呀？雪儿。怎么，公子，不是开玩笑吧？雪儿是在等人，可我看公子的年龄，可不是他的老情人。这么说，你是知道他的老情人是谁了？这个不知道，听说他等了好些年了。带我去见他。想见雪儿？这个不行。你也知道，见雪儿需要黄金。实不相瞒，雪儿一来这幽怨楼，就给自己定了这邪门的规矩，快3年了，可从来没有一个肯出黄金。何事啊？雪儿姑娘，有人来看你了。稍等一会儿。进来吧。我要看你反弹琵琶。年纪大了，弹不来了。昔日你在霄云楼艳压群芳，靠的就是反弹琵琶，而在我眼里，你一点都没老，和当年一样。听公子这话，应是故人，但我怎么不记得了？何况你这么年轻，戏耍我呢吧？那年我13岁，随叔叔到长安来做生意，得见芳容便发誓，以后挣了钱一定要带你走。这么多年走南闯北，好不容易挣下一份家业，便回长安寻你，可你却离开了霄云楼。我费了好大的劲，花了很多钱，才找到你啊！我都快当真了。就是真的。那一年，平康坊举办群芳会，善舞的胡姬、古丽，善歌的湘女、柔环都很出众，但最后还是你，以反弹琵琶夺得花魁。那一天，我一直在座下看你。公子是看到这书了吧？
此书好像是违禁之物啊。但你却看得仔细啊，应该也是因为这卷书，你才找到我的吧？你是官家人，想利用我抓沙司，我看你年纪轻轻，你不想活了。我承认，我就是书上所写的贺兰雪。哼，你们不是盯了我10几年了吗？要杀头，就快点；不杀，就滚！好个卢凌风啊，竟摸到幽怨楼去了，还真有点本事。杜长史，您派我盯着贺兰雪已经12年了，为此咱们还专门花重金买下了鬼市的幽怨楼。现在，这大功要是被别人给抢了去，放心。就算他找到了贺兰雪，也是徒劳。若是谁都能抓到沙司，狄公当年还会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吗？我算计着，沙司会在幻术大会之前接走贺兰雪。没几天了，盯好贺兰雪，有任何风吹草动，立刻来报。是。昨夜，3位仁兄干得漂亮。今夜还得再去啊？啊什么？昨夜在幽怨楼没有找到相好的？就算没有，今天必须找到一个，而且要常住下来，起码住到中秋啊！那还得4、5天呢。为了抓沙司，建奇功，3位仁兄委屈了。太难了。不愿意再当叫花子了，对吧？那今天就换身衣服，就穿侍郎府的那套，给你个美差，从平康坊买一些樱桃碧螺，送到鬼市幽怨楼的2楼，雪儿的房间。这么多，用不了吧？你先留着，明天还要买别的呢。这个雪儿入鬼市将近3年，长安的美食她一定很想念。我得好好研究研究，她爱吃什么。你喜欢他，干嘛不自己送好吃的给他？你哪儿那么多废话？那他要问，我怎么说？啊，你就说，有一高大英俊的公子，给了你跑腿费，让你送他接客。嗨。放这儿吧，我不会为难你这个跑腿的。樱桃碧螺，来吧！你能不能跟我说说雪儿？
雪儿就住在隔壁，你干嘛老提她呀？这我可不高兴了。哎呀，你们着什么急呀？我看得明白，你不是为了我来的，要不然也不能老打听他。应该就是这儿了。虽回到长安，这王元通只做了一个丝竹监的闲官，他真乃隐士也。王竹监，王竹监，应是不在家吧？不会，你没听见乐曲之声吗？没有啊。我想一定是有其他隐士在这终南山庄内饮酒。王元通肯定没有太多仆人，所以没有人给我们来开门。我跟他有过几面之缘，也算故交。我们可以径自入内，走。来者何人？洛州长史苏明见过王监。苏明，狄仁杰的弟子。正是，在洛阳时曾与您见过几面。哦，我想起来了。什么风把你吹到了我终南山？快，落座，上酒。来，我敬二位。敬王监。这姑娘怎么不喝呀？既隐于终南山，又蓄养歌妓，锦衣华服，美酒佳肴，真是卓尔不群呐。谁定下隐居山中，不能闻管弦之乐，不能赏曼舞之妙？若非此，这世间就没有谢安石了。况且老夫现在还有官职在身，如此有何不可呀？原来您这是在学谢安石东山养志啊！老夫之志在云霄之上，非你辈可知。哎，苏明，哎，你现在既是洛州长史，为何要来长安，又来我终南山呢？我是为杀司而来。当年在洛阳，杀司案是我恩师查办的最后一案，结果却未如人愿，杀司逃出了洛阳，至今已过12载。前不久听闻参天楼幻术大会举办在即，杀司又趁机潜入长安，我便从东都赶来，欲请此人归案，替恩师了却临终前的遗憾。杀司之案，我倒是有所耳闻。不过你这次来，我又能帮你什么呢？有卷书，名曰《杀司传》。该书最后是这样写的：9世元年，萨漏子为官神都，号龙门夜宴，又喜登天津桥远望，故
得闻以书记之，而杀司之事繁，所述6、7耳。想必是这卷书篇幅有限，杀司还有很多事情，您没有记载到书中，故特来讨教，以寻线索。谁告诉你《杀司传》是我写的？该书是半年前出现在长安市面的，而据我所知，您是1年前东归长安的，时间上刚好对得上。况且书中所记，比如恩师病重之时，床前摆有碧尘珠，这只有去探望过他老人家的人才知道。不知您还记得否？当年您辞官离开洛阳之前，去探望恩师那日，恰好苏某也在。再有就是，您做过控鹤城，控鹤府的秘闻和颇多细节一定了然于心。还有，著者署名南山萨漏子，萨漏一说事关太原王氏。如今您官居丝竹监，半隐于这终南山，符合以上几个条件的天下，唯先生一人矣。不愧是狄仁杰的弟子。当年我反对天后设置控鹤府，却被贬为控鹤城，在天后男宠张易之手下做事，此乃我一生难以洗刷的耻辱。圣历元年，张易之推荐杀司为副监，在道术坊设置别院，网罗天下妖异之事，通过杀司铲除异己。有一年，也就是9世元年，在你恩师狄仁杰的力荐下，天后被迫将控鹤府改为奉臣府。狄仁杰也查出了杀司作为幻术杀手的身份，一桩桩血案，证据确凿。杀司手下大量爪牙落网，唯独走脱了杀司。狄仁杰认为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，我倒以为也没什么。狄公毕竟不是神，至于撰写《杀司传》，对老夫而言，就是为了消磨时光。那一句所述6、7耳，就是卖个关子。我本来就瞧不上杀司这种人，对他的事情又能知多少？所以呀，也没什么线索提供给你。那个反弹琵琶的贺兰雪，书中所写，完全是道听途说。来，喝酒，否则的话，终南山之行可就白来了。怎么会白来呢？探望了恩师的故交，又喝到了如此美酒，已不虚此行。来，敬您。老板，要2斤头发肉，要烤到火候。好嘞。
今天又是什么呀？烤驼峰，可惜路上耽搁，估计凉了。无妨，我有热酒，不怕肉凉。小孩，要不要进来陪我喝一杯啊？我可不会。有风拨起，惊觉寒夜里，拂迷去。盛世繁华里，着新年生安逸。万骑不休，跋涉夜行。心有火光燃东河，举风鸣，是正义。为这长夜孤影寻一个真理，凌云壮志为伴撑起了天地。苍生难移，将是非刻在朗朗心底，要真相重拾这正义。总有你无情暗涌在心里，出命运道尽世间情，恩为年，愿为心，河山不朽，翻云覆雨。山伏荆棘，高为远，求安心，为正义。为这长夜孤影寻一个真理，凌云壮志为伴撑起了天地。苍生安逸，将是非刻在朗朗心底，要真相重拾这正义。纵有千帆险境，亦不枉此行。只惧尘血落尽，空有缘为命。生死何以将情浪化尽这好风景？冉冉正气，是心有所